如果说你把它安装到我们拥有这个电动功能的这个身体上的时候，把它当做一只手臂啊，我们就获得了这个快乐器啊。OK， 欢迎回到又野又火的野火测评。今天我们要分享什么玩具啊，哥？这个恐龙合体。让你介绍一下，我的这个暴龙战队。暴龙，那是不是恐龙合体？啊，那确实没毛病吧？啊，在很多年前这个国产老弟玩具上，它就叫恐龙合体。漂亮。怎么说呢？很久没有做这个战队玩具。我们野火测评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实我们好像是没做过战队玩具。我做过。我们野火测评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怎么说也是一款非常老的这个战队玩具。其实这个女主播兴奋器。不，这款玩具是让我和老哥得到一些共鸣的产品。我老哥一致认为这个玩具，如果说它放到现在来出，甚至可能都引进不了。是。主要是这个东西的玩法能引进，就得被阉割一部分。是，对，它引进的时候确实阉割了。确实。它把那个电动的功能给阉掉了。对的，电动功能阉掉。是的。OK， 其实这款玩具是非常好玩的，而且大家也知道，战队这个系列现在算是完结了。可以说很多战队玩具也成为这种回忆性质的。虽然我没看，但是他们说这个宇宙形式卡王好像三观有点不太正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玩具好不好玩吧。OK， 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来看。我们先来看这款这叫什么呀？在这个剧里，他们都有一些那个又臭又长的这个名字，我们这里就暂且，因为其实我也读非常绕口，我也读不来。我这一个比龙装者的名字应该还短点啊，我们暂且还是叫它这个暴龙吧，或者霸王龙，对吧？霸王龙当然如果说叫霸王龙，就跟另外一个霸王龙搞混了。霸王龙啊。对，那我对，我们还是对，我还是暂且叫它暴龙吧。红暴龙啊。那就成了那个啥了，那是红速龙，那是红速龙。对，其实现在来看这个恐龙的样子，我觉得还是挺生动的。做的还挺。它就是这个前半身有点短。对。不过为什么它的后半身这么长呢？别这样。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玩具非常主要的一个玩法。你不要吵。你听我说，你要知道，虽然说这个玩具的功能没有被阉割，但是现在如果我们大肆的宣扬一些东西，这个视频就被阉割了。没事，我会给你阉割。你说这几句话老外就听不明白，这个阉割到底是要阉割什么？你知道？我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套玩具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玩法，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电动的一个联动的玩法。对，电动这里它就是联动，它是联动。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开关，它前后都是可以开的。对，如果我往前开，它就是往这边转；往后开呢，它的这个尾巴就能反转。哎，能反转。为什么说这个玩具得亏它出的早啊？电动换龙啊。可能，尤其这段剪了吧，我操！换龙估计播不出去，我操！尤其是你看，在它的尾巴上还有一些这样的凸。别说了，必须阉割当然，其实它的这个尾巴其实是一个电钻啊。对，它大招嘛。就它大招就是一个电钻。对，一招从天而降的电钻非常屌。天元突破到底是超了它，还是它超了天元突破？好像是它比较早对，它比天元突破早一点。除此之外呢，其实这个恐龙呢，虽然说战队这种玩具，它组合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动，对，但是单体还是有些可动的，比如说它的爪子呀、腿呀、那个张嘴的嘴巴呀，都是可以稍微有一些可动性的。对这个造型我觉得还是非常帅。我们再看这只三角龙，这个恐龙其实这个系列最无聊的，因为它没什么玩法，对，没有什么玩法，它就是可以这样。三角龙天马佐德啊，又跳戏了，你非要提一下比例是吧？OK， 它的这个脚可以这个样子，像一个钳子一样。有一些这种简略的可动性，其他的它的可动性也是非常弱的，腿只能剪刀一样，对，腿只能这样稍微活动一下。这个嘴巴呢也是可以张开的，不过OK， 我们再来看这个最小的这个，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翼龙，翼手龙不是天马佐德，翼手龙是火鸟佐德，对，火鸟佐德，当然又跳戏。这个可以说是这一套里面比较没有存在感的一个东西。它其实就是个它其实是一个头盔加一个胸甲嘛。对，头盔加胸甲。头盔加一个胸甲。实际上它比火鸟佐德还多一个头盔呢。火鸟佐德它那个尾巴，它是一个那个武器的一个枪头。OK， 我们先来看这三只能够组合成一个什么形态，这也是它暴龙战队的这个比较标准的一个1号机。对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暴龙这个龙呢，其实组成了它身体绝大部分的一个组件。它毕竟是三合体嘛。首先，我们把它这个腿部给这样打直，脚掌也打直
把这个零件呢这样放下来，然后这一块给它打开，折下来，然后呢再把它贴到它的小腿上面。对。然后呢是它这个小手，这个小手呢把它这样折起来，啊，折起来之后呢，这个地方把它往下翻，然后呢两个腿呢，两个腿顺势的给它往后这样打，然后上下半身呢这里有个咬扣，把它给这样合起来。对，之后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操作，我们需要怎么样呢？我先把相机放高一些啊。之后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操作，把它的身体这样旋转90度，然后把它这个尾巴这个钻头啊给这样打下来，这其实就是它的左手啊。对啊，然后把它这个头这样抬起来之后呢，旋转卡住，这样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拿出这个三角龙，这三角龙就很简单了，把它这个腿啊都给收起来，然后呢这样扣上。对，嘿嘿，那你可能想问我这个翼龙是做什么用的？翼龙呢，我们把它这样两边拆开，这个身体这边呢，把它这个头收起来之后呢，两个翅膀，还有一个胸甲，这样收纳，这是一个胸甲。然后呢，我们首先呢需要把它的这个头部呢给它这样抬起来，在它这个头其实在它这个嘴巴里啊，你可以这样戳一下，然后呢把它这样扣下来。其实它现在这个样子是一个2合体的形态啊，就是它有2合体，因为它3合体的形态叫爆莲王嘛，它这个2合体的形态其实叫爆莲王子啊。哦，我操！OK， 我们把这个胸甲这样安装到它的龙头的旁边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头盔了，欲成王冠啊，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啊，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王冠。那王子戴上王冠就变成王了，漂亮啊 ！OK， 非常合理。还这就是它的一个3合体的一个，我们也是它暴龙战队这个1号机，我们这个爆莲王，爆莲王啊，可以说在这个战队系列里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机体啊。是啊，毕竟恐龙合体谁不喜欢？是的，其实这个等于说暴龙战队本身就有一些致敬恐龙战队的地方在啊。OK， 三角龙。那么在这个形态下，它有什么玩法呢？首先第一个跟刚才一样。还是冲击钻，对，还是它这个最牛逼的这个什么电光钻啊。其实电光独龙钻，是的。当然，除了这个电光钻之外，其实它的右手这一边也是一个这样的联动的关节。那你可能想问我，这个右手联动关节是干什么用的呢？我们现在需要请出一个也带有联动的其他的这个小肿头龙啊。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龙。其实这个龙的玩法非常的特别啊。你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横杠，我们把这个横杠这样收起来。对。之后呢，把它的腿这样收起来。对。然后呢，你会发现它的肚子这个地方是一个轮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轮子也翻出来，大家看好。哦，它有一个这么一个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把它安装到我们拥有这个电动功能的这个身体上的时候，把它当做一只手臂啊，我们就获得了这个。快乐器啊！就是我现在不说话，但是我感觉这个视频还不如说话呢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这个东西，当然，其实它能联动的这个小龙，其实还有好几个，我只有这一个啊。它不同的玩法可以搭配不同的这个恐龙啊，都这么羞耻，对，每一个都有不同的玩法，就都这么羞耻吗？有一种双钻头的，比这个还污呢。我操啊，双钻头比这还污呢，我都害怕了。当然还是那老话，得亏这个玩具出的早啊！这个玩具现在绝逼是引进不了的。那引进的时候不是给你阉割了吗？OK， 手动的啊。是。哎呀 ，OK， 我们再来看它其他的，我们的2号机啊，我来看它的2号机，它第一个成员一个剑龙。这个剑龙，它也跟这个霸王龙一样，也是拥有这个联动的玩法，而且它这个联动更加牛逼。它可以自己跑啊，对，它可以跑嘛。那我们它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它的开关啊。首先呢，是它背上的这些鳍啊是有一个可动的效果的。对。然后呢，就是它的这个轮子，看到吗？然后你把它放到桌面上的时候，它就可以自己跑嘛。对，可以自己跑。啊哈哈！它走了。抱歉啊。当然，它还可以倒着跑。啊，倒骑驴啊欧阳德啊，漂亮。OK。那么这一只除了能够跑，还能干什么呢？啊，你快展示吧啊！当年发明的那个神奇的那个叫什么？它可以在原地这样，它可以不跑，它可以联动啊。对，它可以原地进行联动。其实它在它的这个电池舱盖里面有一个这样的限位的一个开关呢。对，你可以调节它跑或者不跑的2种模式啊。OK。
然后呢，是我们2号机的第2个成员，我们这个非常巨大的这个，在它片里啊，这个龙叫妖精翼龙，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妖精翼龙是一个什么龙。其实这个龙据说是在这个原剧里最牛逼的一个，它可以强制和其他的这个恐龙进行合体啊，对啊。当然这一款我们这里少了一个件儿，它这个尾巴上的一个翻折的零件丢了啊。哎，不过这个龙我操，整体非常漂亮啊，大鹏展翅一样的一个感觉。对啊，非常漂亮一个恐龙。我可以强制跟当时那个剧情不就是他强制跟这个剑龙合体？对，他其实就是一开始强制跟这个剑龙进行合体啊，变成了这个杀手王。对，OK， 我们来看杀手王怎样进行组合啊。首先在这个位置把这个翅膀我把它给拿下来。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扯淡，因为这个翅膀是变成它的2个腿。我把这个翅膀这样折下来之后呢，把这一块翻上来。其实我觉得杀手王比爆莲王好看啊，这是它的2个腿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紧接着把这个拿过来呢，2个前腿这样往后翻折啊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身体扣到上面去。对啊，杀手王还是好看的。然后呢，是它的这2个腿啊是可以拿下来的。对，这其实它组合之后的2个手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给它安上。然后呢，这里呢把这个位置给打开，这就是它的脸啊，它的脸。然后这个剩下这个身体的部分呢，变成一个对，把它给展开啊。这是一个类似于标枪，一个类似于标枪之类的武器。这样里头有一个卡扣啊，扣到他手上。那我们这个杀手王就组合完毕了。吃完喝完打标枪啊。其实在这个剧里，杀手王长得还挺好看的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玩具造型比较的这个囧，因为他的手和腿都太纤细了一些。当然，其实杀手王和爆莲王一样，他也拥有这个，是吧？这个联动的玩法。我这个联动的玩法真的，如果说你把那几个小龙都收齐的话，是非常好玩的。对，我们还是用这个肿头龙来跟大家演示一下。非常的污。行吧，哥。OK， 哎呀。其实也是一个意思，它里面的这个组合的连接键是有一个，是吧？里头带着一个转的一个电机啊。当你把这个东西安到上面之后呢，它就可以带它一起进行一些联动。这应该叫什么？这应该叫什么啊？重锤杀手王。OK， 那么其实除了爆莲王和杀手王之外呢，他们2个还可以再进行组合啊，对，组合成这个大爆莲王。啊，是这么叫的啊，应该是这么叫的。OK， 我们再来进行一下组合啊。组合我们这个大爆莲王，首先从这个剑龙开始看起。我们需要把剑龙背后的这一整块给拿下来，然后呢把它分成2半。你可以看到我这个中间少了一个，它断了一个，这个非常可惜啊。把这个呢拼到它身体的2侧。其实现在呢，这个剑龙就相当于是一个滑板，嘛。对，战斗平台也行，反正滑板也行啊。顾名思义，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这个爆莲王啊站在它上面。对，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地方有2个这样的卡扣，是跟它脚后面的2个位置进行一个咬合的。对，这样呢，我们这个爆莲王跟这个剑龙先进行一方面的一个组合。我们再把它翻到后面来看。翼龙啊，对，跟这个大的翼龙呢怎么组合呢？其实说白了就把它放到背上就完事儿了，当个翅膀嘛。对，当个翅膀。我们把这个拿过来之后呢，先放远一点啊。拿过来之后呢，把它的2个腿这样折起来。然后呢，其实它本来还有一个合体的辅助键，但是我这个也是没有。啊，这个地方直接对上这个地方。上位体型区。你滚吧。OK， 这样安装好之后呢，我们的这个大辅助件让它们2个腿扒到后背上。反正是能够让它组合的更加的稳固一些。你看它现在是这个样子的。对，我们这个大爆莲王啊就组合完毕了。其实就像老哥刚才说的一样，多少是有点敷衍。不过当你见到它的玩法之后，你会发现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敷衍。它就是，对，它就是全都打开啊。首先我们把这个钻头给打开啊，然后再把它。害怕吗？我问你啊，就是会前进的这个钻头啊，它甚至还可以倒车啊，对，还可以漂移就算了。它甚至还可以倒着跑，哎，我又正着跑了。战队玩具确实多少玩法上，哎，我又倒着跑了。哎，我又正着跑了。你们太可怕啊！当然这个噪音是有点吵啊，不过没有办法，这个电机就是这样。有没有想到那个所受擎天柱那个也是非常吵啊 ？OK， 哎呀，这个东西真的好，确实好玩。行吧，我们总结一下。总结一下吧。
其实这个东西确实也很老了，对，毕竟战队系列现在都完结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就是还好他出的早。是还好他说的。不过这玩具你要抛开这些个大人的因素来看，从玩具角上确实是一个很有设计感的玩具。对，啊，包括它的联动啊，各方面。就是如果能有那个几龙那个车就好。哎，那个以后我们再收一个，那个带劲啊，那个带劲啊，是吧？虽然说这个系列现在是完结了，但是能够看到一个可以这样的玩具，也很神了啊，也是很神了。你甚至可以给它反过来啊，反过来可以这样看啊。没事，这一段肯定会审核过啊。OK，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，就这样啊。那野火曾经祝你牛逼啊。